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在野说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炸裂的话题：中国的三大航空巨头南方航空、国际航空、东方航空，2024年又亏得一塌糊涂，连续第5年亏得连底裤都卖了。你知道南航一年亏了多少吗？17.7亿，国航2.3亿，东航直接暴击42亿。这数字听着像不像恐怖片？全世界航空业都在数钱，他们却还在泥潭里哭。你是不是也好奇这到底咋回事？别急，今天我带你挖出这背后的真相。点赞订阅别忘了，咱们马上开始。先来看看这三大航司的惨状吧。南航2024年亏了17.7亿人民币，国航亏了2.3亿，东航更狠，42亿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17.7亿啥概念？每天亏500万，购买一堆豪车扔着玩。东航42亿呢，够拍一部国产大片了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们已经连亏5年了。2022年，国航亏了390亿，那一年简直是把几辈子的家底全吐出去。2023年稍微喘口气，可还是亏得稀里哗啦。2024年前9个月，南航赚了19.7亿，国航赚了13.6亿。我还以为，哎呦，终于要翻身了。结果呢？年底一算账，又崩了。这反转比悬疑片还刺激。你猜猜，最后几个月到底咋了？别走开，后面有大料。再看看这5年，三大航司简直像被命运摁在地上打。2022年那390亿的巨亏，换你是我，你敢信自己的公司能亏成这样？2023年，南航亏41.4亿，东航亏81.7亿，国航亏10.4亿，加起来几百亿没了。2024年好不容易缩水了，可这17.7亿、42亿的窟窿还是填不上啊！你说他们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，还是有人故意挖坑？这数字背后是不是藏着啥秘密？咱们接着往下扒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扒一扒为啥亏得这么惨。我总结了4大凶手，听完你可能会跟我一样又气又想笑。第一，国内竞争太狠了。国航自己喊着压力巨大，为啥？因为大家都把大飞机扔到国内抢客源。这就好比你开个饭馆，旁边10家店都卖一样的菜，还都打折促销，你咋赚钱？结果呢，票价狂跌。Flightmaster 的数据说，2024年国内经济舱票价跌了 12.1%， 平均才767块，100多美元。你坐过这么便宜的飞机吗？我坐过，感觉像白捡的，可航空公司呢？亏得连员工工资都发愁。你说这日子是不是太苦了？第二，国际旅行彻底凉透了。全世界都在飞来飞去，美国人、欧洲人坐飞机跟坐公交似的，中国呢？国际航班比2019年少 20%。Cerium 数据摆在这儿，3月份国际运力硬是没爬起来。ForwardKeys 还爆了个猛料，2024年国际机票价格跌了 32%， 亚洲平均才跌 12%， 这差距大的离谱吧？南航哭着说国际复苏太慢，可你知道为啥这么慢吗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这答案可能有点扎心，后面我慢慢给你解。第三，成本高的像坐火箭，飞机零件涨价 20% 至 30%， 人民币还一直掉价。2024年跌破 7.2， 买啥都贵得要命。燃油更狠，占成本1/3，比疫情前高 5%。想象一下，你家水电费涨了30%，菜价翻倍，工资还少了一半，你不得崩溃？这还不算，供应链还老掉链子，零件送不来，飞机修不了，票还得接着卖。南航说了，零件价格涨得他们喘不过气，你说这日子咋过？听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替他们捏把汗？第四，
经济烂到家，老百姓飞不下了。GDP 增长才 4.5%， 年轻人失业率超 20%， 房子都买不起，谁还飞来飞去？汇丰银行说了，票价再涨1点，人都不飞了。这4大凶手哪个最狠？你觉得是竞争太猛，还是经济太烂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说到这儿，你肯定想问全世界航空业咋样？告诉你，2023年全球航空业赚了230亿美金，2024年预计257亿。美国3大航司，达美、美国航空、联合航空，2024年利润超100亿美金。欧洲的国际航空集团新加坡航空也赚得盆满钵满，员工发奖金发到手软。可中国呢？3大航司还在泥潭里喝西北风。南航亏17.7亿，东航42亿，国航2.3亿。这对比是不是气得你想砸屏幕？为啥他们行，中国不行？是运气差，还是有人拖后腿？其实啊，中国航司从起跑线就慢了。疫情时别人早放开了，美国有报复性旅行，高端舱位赚翻了，中国呢？2023年初才松绑，错过了黄金期。国际航线稀稀拉拉，商务客也没了，中美航班到现在都没恢复正常。Wind 的数据还爆了个料，3大航司欠了6000多亿，利息都还不起。你说这仗咋打？美国航司赚着钱修新飞机，中国航司亏着钱修旧债，这差距你服不服？更扎心的是，人家欧美航司靠国际航线回血，中国靠啥？国内打价格战，票价跌到白菜价，国际又飞不出去。IATA 说了，中国占亚太客运量 40%， 可这 40% 咋没变成钱呢？是市场不行，还是政策不给力？你猜猜接下来会咋样？3大航司是爬起来，还是彻底沉了？现在问题来了，3大航司还能活吗？我看悬大了。国内市场饱和的像个挤满人的地铁，国际航线又跟死了一样，老百姓钱包比脸还干净，这日子咋过？政府可能会扔点补贴，可2020年几百亿都没救回来，现在财政也紧巴巴，能有多大招？南航说要换新飞机省成本，国航喊着优化航线，可这得几年啊？飞机零件还涨价，人民币还跌，他们等得起吗？你说这时候谁能拉他们一把？不过也不是一点光都没有。如果2025年经济能喘口气，消费信心回来点，航司可能缓一缓。国际航线要是政策一松，航班多起来，兴许能捞点钱。Sirian 说了，全球航空业还在涨，中国也不是没机会。可问题是，房地产、失业率这些大山不搬走，谁敢花钱飞？你猜政府会出手吗？还是就这么看着3大航司沉下去？我后面还有个大胆预测，绝对让你惊讶。再想想，航空公司也不是没招，他们可以学欧美，搞点联营航线，或者把老飞机卖了换新家伙。可这成本谁出？老百姓没钱，银行贷款利率又高，总不能让员工卖血去修飞机吧？还有个路子，政府可能减点航油税，或者多开几条国际线。可你信不信，政策永远慢半拍。好了，今天聊到这儿，中国3大航司连亏5年，真不是小事儿。南航亏17.7亿，国航2.3亿，东航42亿，票价跌 12.1%， 国际运力少 20%， 这数字背后是航空业的血泪，也是中国经济的警钟。全世界都在飞着赚钱，中国却在亏着挨饿，这差距咋这么大？我看啊，这不光是航司的问题，是整个大环境都病了。你说他们还有救吗？还是就这么凉透了？如果你也觉得这话题扎心又刺激，赶紧点赞、评论，告诉我你咋看？3大航司能爬起来吗？还是彻底废了？
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期咱们聊更劲爆的。